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继续分享官方的玩具，这款呢依旧是日版独占的系列啊，跟之前我分享过那款报应号三组那个套装是一个系列啊，那款威震天、震荡波和声波那个系列，这回呢来到了汽车人的基地套装啊，绝世副官和擎天柱大哥，还有显像1号的主机啊，就是那个显示器，这个算是对应了方舟号的那个报应号的这个三人套啊，包括后续这个系列还会有后边是红蜘蛛、闪电和这个大火车放到一起的一个套装，但是这套装是什么名字我忘了，那是第三套，这是第二套啊，这是我每回跟朋友开玩笑戏称的，就是官方的这个所谓废物再利用系列啊，也不能说废物再利用，就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凑凑拼拼又3年的那个系列啊。反正86的爵士递出了擎天柱，换了换机翼的颜色，然后从当年王国的方舟号的那泰坦级方舟号里面把这个主机取出来，塞到了一块，变成了3套的这个玩具啊。这算是官方虽然说不新鲜吧，但是官方这么多年一直在沿用的套路啊，凑到一个盒子里边。虽然这个盒子没有报应号那个大，但是凑到这个盒子里面呢，又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套装啊，这个也不新鲜啊。我首先第一点就是对这个峰会，尤其擎天柱的这个画风，其实很日系，你看这个头雕就能看出来。啊，包括这个天线，这些地方啊，这个并不像咱们看的记忆动画里边的那个擎天柱的那种头雕的感觉，很日系，包括身形等等，啊，画的并不是像记忆美版的里边那种感觉，方方正正、方方八瓣的啊，它是有一些有棱有角的这些有弧度的这些地方，其实它是日版的那么一种感觉啊，爵士也更漂亮啊，尤其这个腰部、腰腹部这个收腰的这种感觉啊，美型度更漂亮。所以你能够感觉出来，它并不是完全往机动画那个方面去做啊，因为又是日版的塔卡拉托米啊 TTD 社的这个东西，所以它很容易就能让人感觉就是从这个日系方面的这个造型去出发啊。然后咱们看看后边的官图吧，哎，这是后边的这张官图，所以说盒子咱们就不拿了啊，咱们直接把镜头调整一下，咱们就开始变这3款。主机这个呢，咱们先一会儿再说，给它放到一边。咱们先把爵士和擎天柱变一下啊。擎天柱大哥，咱们先离场，咱们先把副官先变一下。86的爵士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个模具啊，咱们就都不多细讲了，咱们就开始给它变形。首先，车门打开。这款其实我玩了玩，它的密合各方面其实还行啊，没有到不行的那个地步啊，还可以啊。打开车顶啊，咱们给它掀起来，哎，然后呢，车尾这个地方啊，我们给它放进去，腿伸开啊，后翼战争啊，这个缩腿，然后后轮这个地方给它放好。看到这个爵士，估计很多人又会哀嚎一片啊 ！MP 啊，你是太辜负我们喜欢爵士副官这颗心了啊！你这辈子看一次是出不了了，好，爵士翻进去，然后记着啊，腰腹部这个零件给它转过来，放下来，然后车门这个地方翻进去，啊，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吧。手从里面咱们给它抠出来，
这颗头真的到现在为止都觉得这颗头挺帅啊，而且爵士也是为数不多的机动画当中啊，就是颜值担当啊，爵士啊、警车呀等等啊。爵士其实我觉得副官一直挺帅啊。好，武器我的手里边，爵士，咱们变完，放到一边。然后，大哥，首先把枪咱们要给它拿出来。枪依旧我们还没有涂装啊。好，油桶上面是有涂装的，然后车前轮打开，这个地方打开。其实地珠擎天柱当时玩的时候啊，就觉得它的变形挺新颖的啊，整个把上半身啊拿几个片儿给它堆起来，这种感觉，其实在擎天柱的变形当中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或者说几乎不常见的这么一个变形设计。好，打开，然后车头啊，然后后边啊这一块给它翻过来，转过来，然后整体人形的头雕。人形头雕从这块给它翻出来，扣上。好，然后剩下就是把这些片片啊打开，给它折进去。叠啊，给它叠，再叠，再叠，底下这两个凸扣上。好，然后腿给它立起来，后背这一块两个前轮背到了后边，这个造型也是有出处的啊，所以说官方在设计地书擎天柱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想法的啊，并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好，然后拳头翻出来，可动手啊，依旧还是可动手。头雕非常的G One啊，G One动画。哦，枪握到手里边。最后，咱们把人形的血象1号的主机，咱们要变成这个形态，也很简单啊，也不难。咱们先把手给它翻过来，然后呢，后背打开，好，拉起来，头雕叠进去，再往上，这个地方有个凹，扣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把腰转180度，放好。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叠片的一个过程，因为要拆很多的片片，它是拿片啊给它完全叠出来的这么一个血象1号的一个主机啊。不过现在看看也正常，因为貌似好像也就是这个路数，因为你只是看它正面嘛，在动画里血象1号也是正面的出镜率很多。
所以你让官方他这么做呢，也没毛病啊。腿折过来，跟前面这块盖上，然后打开这两片啊，折过来，这块依旧是有涂装的啊。能想到记忆动画里边那种感觉吧？好，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片片，翻过来，这个地方勾住后边。反正这个当时我记得我玩方舟号的时候啊，我就曾经评论过，他就是一直希望就是以正面给观众就可以了，因为你看的显阳1号也是正面吧，对吧？你不可能回去看侧面或者后面，后面的话你就能笑死啊。好，然后咱们变手臂，手臂这个地方啊，咱们给它翻过来，咱们要把手折过去，然后对着这个片的这个地方啊，咱们要给它彻底的怼进去。这里也是，把它塞进去啊。这里好，然后再把胳膊转正，这些地方好，这里也是啊，翻起来，拳头放进去，塞过来，卡扣两侧转正了它，再把胳膊摆正，摆正。最后咱们看看啊，整个再给它捋一捋，显像1号的主机咱们就变完了。然后呢，咱们再把大哥请上来，摆在这个地方。副官爵士请上来，摆在这里。这就是这个套装啊，最后成型的样子。所以说，怎么说呢？有梗啊，但是呢，我个人唯一觉得可惜的就是，你与其把这个整个的涂装啊，包括这个显像1号，你都给它搞出来了，你不如再加2块黄色的板子啊，给它加出来，对吧？这类似就跟这个边缘能够再拼出来2个橘黄色的这个板子，把这个显像1号彻底给它搭出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场景往这一摆，会更有感觉。否则现在看着这一个单独的一个显像1号的主机，你会感觉他妈的跟以前那个街机游戏厅那个街机那种感觉一样啊！不知道这个大哥跟副官2个人到时候会在这上面是玩名将啊，还是玩吞噬天地啊？这个不清楚啊。这就是官方想出来这种缝缝补补又3年的组合套装啊。这个尤其是日版在摆官图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会摆，所以，只能说是官方啊。如果真的把这个成本再加一些的话，再2个橘色的板子把这块加长，那么这个场景摆起来会更好看。你看我现在这个地台这个颜色就是类似于像这个颜色啊，如果把它延伸出来，就是以局部的这个拍摄的这个目前这个情景啊，就非常像7个人方舟号的基地。那么在摆拍场景，在摆拍一系列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感觉啊。好吧，这款7个人总部的套装咱们就分享到这啊。其实看着这几个图案，其实挺有意思，挺有感觉，挺有梗啊。我估计会读到很多人。不过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就仅对于大哥的这个颜色会很青睐，因为大哥这个颜色真的很基本啊。看看到时有没有单独出的啊，到时候收一个这个配色，挺漂亮，而且递出的擎天柱的模具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